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看似矛盾的健康建议，就是中老年人反而应该少吃稀饭和馒头。许多长辈早餐爱喝热腾腾的白米稀饭，配上1-2个白馒头，觉得这样清淡养胃，容易消化。然而，有医生却强烈建议他们少吃这些传统主食，改为多吃高钾食物。为什么呢？难道每天喝的稀饭、吃的馒头也会吃出健康问题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其中的原因和解方，用轻松易懂的方式告诉大家，怎么吃才能腿脚更有劲，心脏更健康，甚至长寿到99岁，也远离糖尿病、心脏病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稀饭和馒头潜藏的健康隐忧。很多老人家认为稀饭软烂好消化，馒头清淡无油，所以天天当主食。但是从营养科学角度来说，白米稀饭和白面粉馒头其实营养单一，大部分是碳水化合物，而且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。什么是升糖指数呢？简单说，就是吃下食物后血糖上升的速度和幅度。如果升糖指数，简称 GI 值，超过70就算高升糖食物。白米本身 GI 值在73左右，煮成软烂的白粥后更高达78。这意味着喝一碗白粥，血糖上升得又快又多。新陈代谢科医师甚至形容，拿稀饭当早餐就像在喝糖水，因为稀饭经长时间熬煮，淀粉已糊化，非常容易被消化吸收。大量葡萄糖短时间涌进血液，让血糖飙升。也许有人会想，我又没有糖尿病，血糖高一点没关系吧？但事实上，长期反复的餐后高血糖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每天早上喝白粥，吃白馒头，血糖快速升高，胰脏就得拼命分泌大量胰岛素来应付。短期看，血糖很快又掉下来，人容易觉得没力气，饿得快。长期下来，胰岛功能可能逐渐变差，细胞对胰岛素也不敏感了。第2型糖尿病就找上门来。很多中老年人不知不觉间就发现血糖偏高，往往跟这种年年月月高碳水的饮食习惯有关。而且餐后高血糖不只导致糖尿病，还会伤害血管和心脏。如果一直处于高血糖状态，体内多余的糖分会粘在血管壁上，引发发炎和动脉硬化，时间一长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。有医生提醒，天天拿稀饭馒头当主食，身体就像每天早晚泡在糖水里。高血糖不但让人发胖，还可能引发高血压、冠心病等心脏问题。对糖尿病患者来说，常年血糖波动太大，更可能导致中风、心脏病等可怕的并发症。除了升糖快，白粥和馒头的营养密度也很低。想象一下，一碗稀饭大半是水和碳水化合物，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几乎没有。一个白馒头主要是淀粉和少量蛋白质，几乎不含膳食纤维。老人家要靠这样的饮食维持全身机能，其实会营养不良。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就是肌肉流失。上了年纪，本来肌肉就会逐渐减少，如果还长期缺乏优质蛋白质和关键矿物质，腿部肌肉就容易萎缩无力，这就是所谓的肌少症。很多老人家会抱怨腿脚没劲，站久腰酸，其实不光是年纪问题，很可能是吃的不对。长期吃稀饭馒头而不摄取足够蛋白质，身体没有材料去修复和维持肌肉，再加上缺少某些矿物质，肌肉与神经功能也大打折扣，难怪腿脚愈来愈没力。常听人说小腿是人的第2心脏，这话不无道理。腿部的肌肉力量充足，行走时小腿肌肉一缩一放，就像帮浦一样把下肢的血液挤回心脏，有助于全身血液循环。腿脚有力的人，通常心肺功能也比较好，整体活力充沛。反之，腿部衰弱的人，心脏负担会更重，身体机能也在走下坡。所以中老年人要维持心脏健康，腿部肌肉的锻炼和营养一样都不能少。那么有哪些营养是强健筋骨、保护心脏所必须，但往往被稀饭馒头这类饮食忽略的呢？其中一个关键元素就是钾。钾化学符号 K 是一种对人体至关重要的矿物质，它和钠元素一起扮演调节细胞内外电解质平衡的角色。简单理解，钾离子好比细胞里的充电器，维持着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正常。如果缺钾，人就会觉得全身无力，容易抽筋。
特别是腿部肌肉最先没劲，走路、爬楼梯都觉吃力。很多上了年纪的长辈出现腿脚发软，经常脚抽筋，往往就是缺钾的典型信号。此外，钾还负责协助控制血压，钾离子可以拮抗钠离子对血压的不良影响。简单说就是钾多一点，钠少一点，血压就稳一点。如果饮食中缺钾又过咸，血压往往居高不下，长期会增加心脏病、中风风险。所以对中老年人而言，摄取足够的钾极为重要。可惜的是，传统饮食里像白米、白面这类精致主食，钾含量非常低。白米在碾成精米时，大部分矿物质和维生素都流失了。面粉制成馒头的过程中也不会增加钾。所以如果老人家三餐主要吃稀饭、馒头、面条这些精细主食，又不爱吃蔬菜水果和豆类，那就很容易缺钾。或许您会问，我每天都有吃菜啊，还会缺钾吗？确实，很多食物都含钾，但重点在于您摄入的量够不够。以蔬菜来说，煮熟的菠菜每100克含钾约500毫克，看似不少，可一碗菠菜汤真正吃进肚里的菠菜可能不到50克，而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含钾约360毫克，算是富含钾的水果，但总不能每餐吃好几根香蕉吧。反观我们身体，每天需要的钾大约在2000到3000毫克上下，视个人体重和年龄而定，其中相当一部分要从蔬果中获取。如果平常不注意多吃高钾食物，很容易就达不到这个需求量。尤其老年人肾脏功能可能有所下降，或者服用一些利尿降压药物，身体对钾的利用率降低，又流失加快，更需要主动多补充饮食中的钾。幸运的是，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高钾食材。我们现在就来介绍6种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食用的高钾食物。它们不仅钾含量高，还各有其他营养优势，能够让腿脚更有劲，心脏更健康，甚至帮助预防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。在正式介绍这些高钾食物之前，先说明一点，这里列举的高钾食物不包含常被提到的香蕉、马铃薯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。我们选的都是适合长辈日常餐桌的好东西，有些可能被您忽略，但其实营养丰富。现在就把它们找回餐桌，让家中长辈吃得更健康吧。第一种食物是鱼类。鱼可是一种对中老年人非常友善的高钾高营养食材。很多老人家因为担心胆固醇和消化问题，少吃红肉，结果蛋白质跟一些重要营养素也跟着不足。这时候鱼就是极好的替代品。鱼肉富含优质蛋白质，而且比猪牛肉更容易消化吸收，还有较低的饱和脂肪。更棒的是，大部分鱼类的钾含量相当可观，例如鲑鱼、青鱼这类深海鱼每100克有接近350毫克的钾，而多次的淡水鱼如鲤鱼每100克也有约300毫克钾。别看数字似乎不如某些蔬菜，但别忘了，我们吃鱼往往能吃上百来克，一餐就能摄取几百毫克的钾，同时还获得大量蛋白质。高蛋白加高钾是保护肌肉、增强腿力的黄金组合，而鱼恰恰提供了这个组合。比如家里的长辈若经常腿抽筋没力气，不妨每周给他们煮几次鱼汤或清蒸鱼，补充蛋白质和钾，肌肉功能会有所改善。鱼对心脏健康也极其有益。鱼肉中，特别是深海鱼，富含 Omega-3 不饱和脂肪酸，能降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脂，对抗发炎，预防动脉硬化。研究发现，经常吃鱼的人群心血管疾病风险较低。例如著名的地中海饮食和冲绳饮食里都强调海鱼的摄入。当地老年人的长寿和低心脏病发病率就与此有关。鱼的健康脂肪有益心脏，而鱼肉的钾则有助于维持正常血压，稳定心率，可说是双管齐下保护心脏。想象一下，一位沿海渔村的70岁老船长，每天吃自己捕的鱼，满头银发，依然腰板笔直，走路生风。看来常年以鱼为主的饮食给了他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脏。当然，我们日常饮食不可能顿顿吃鱼，但建议每周至少2到3次鱼类料理，对中老年人是大有裨益的。特别提醒，鱼的烹调方式尽量以清蒸、水煮、炖汤为主，
少油炸果粉才能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营养。同时，大鱼体内重金属累积较多，建议长辈多吃小型鱼，如青鱼、秋刀鱼、沙丁鱼等，不仅更安全，欧米伽3和钾含量还更丰富。第二种食物是芥菜，芥菜是一种深绿色的叶菜，又名雪里红或莲花白，在农村和市场并不罕见。它带有微微辛辣和特殊香气，许多人可能只把它当成腌制酸菜的原料，但其实新鲜芥菜营养价值极高，芥菜的钾含量非常突出，每100克芥菜约含钾400毫克以上，媲美菠菜等高钾蔬菜。对老年人来说，多吃芥菜有助于补钾，让腿部肌肉更有力量。同时，芥菜还富含维生素 K 和钙质，这些营养对维持骨骼健康、防止骨质疏松也很重要。难怪乡下老人常说，吃芥菜行如风，意思是多吃这种菜，走路有劲，不容易脚软。芥菜对心血管也有益处，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降低餐后血糖和胆固醇的吸收，长期有助于控制血脂血糖，降低心脏病和糖尿病风险。芥菜中还含有贝塔、胡萝卜素、叶酸等抗氧化与护心成分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芥菜的微辣风味来自芥子、油苷等植化物。研究显示，这类物质有助于抗炎抗氧化，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。对老年人而言，常吃些芥菜可说一举多得，既能让腿脚有劲，血管也更通畅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很多人习惯把芥菜腌成酸菜来吃，虽然风味绝佳，但钠含量很高，高盐分会抵消钾对血压的有利影响，甚至升高中风风险。所以建议长辈们食用芥菜时，以新鲜快炒或煮汤为佳，少吃过咸的腌制芥菜。您可以试试在清粥小菜里加一碟清炒芥菜，爽口又健康，比只吃白粥强多了。第三种食物是冬寒菜。冬寒菜可能有些朋友没听过，它其实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蔬菜之一，又称冬葵、葵菜，在古书里被誉为百菜之首，可见历史上对它营养价值的推崇。冬寒菜的叶子碧绿带皱，口感柔软中带点滑嫩，非常独特。最重要的是，冬寒菜含有丰富的钾和钙等矿物质，是名副其实的高钾之王。每100克冬寒菜所含的钾超过450毫克，高居蔬菜前列。同时，它的钙含量也很高，甚至被称为植物钙片，对中老年人补充骨骼所需很有帮助。老人家常说腰酸腿疼要补钙，其实补钙别忘了也要补钾。冬寒菜两者兼具，自然成为传统养生眼中的宝贝菜。冬寒菜还有一些妙用，在民间它被认为有清热解毒的作用。夏天人容易食欲不振，腿脚疲软，煮一锅冬寒菜汤，既可口又能补充流汗失去的钾。难怪过去农村劳作的人夏季爱吃它来恢复体力。现代营养分析则显示，冬寒菜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，对维持血压稳定也有帮助。腿脚乏力、容易头晕的长辈可能就缺这盘菜中的营养。可惜现在冬寒菜在年轻人中知名度不高，种植的也少了。如果您在市场碰巧看到，不妨买点给家中老人尝尝鲜。冬寒菜烫熟凉拌或煮汤都很方便，滑润的口感老人也容易吞咽，这来自古人的保障蔬菜，或许正是让邻家长辈重振腿脚活力的关键之一。第四种食物是春笋。每年春天，雨后竹林里钻出的嫩笋可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美味礼物。春笋清香脆嫩，是中华料理里的时令珍馐，更是一种健康食材。竹笋的钾含量在蔬菜中表现优秀，100克春笋约含钾320毫克左右，而且热量极低，几乎不含脂肪。对中老年人来说，春笋可谓高钾低热的完美搭配，既能补充钾元素强健肌力，还不用担心发胖。老人家新陈代谢慢，吃过多热量容易长肚腩，但春笋富含的纤维给人饱足感，又帮助肠道蠕动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俗话说，每逢春来吃春笋，养生延年。古人或许不知道钾这种元素，但直觉地把春笋视作养生佳品。现代科学则证实了笋子的多重健康价值。除了钾之外，春笋还含有丰富的植物纤维，能降低胆固醇吸收，有助于降血脂、护血管。
对糖尿病患者而言，笋子的糖分含量很低，纤维却高，能平稳血糖，是理想的替代主食或配菜。所以有人笑称笋子是糖尿病人的主食，虽是调侃，但也道出笋子的降糖注意。春笋还提供 B 族维生素和各种微量元素，让整体营养更均衡。想象一下，把白米饭换成燕麦笋丁粥，或者在炖汤里加满笋块，不但味道鲜甜，老人的钾和纤维也悄悄补足了。需要注意，竹笋含有草酸，吃的时候记得汆烫，去掉草涩味，再和高钙食物搭配，以免影响钙吸收。另外，痛风患者要控制嘌呤摄入，笋子虽不是特别高嘌呤，但也要适量而为。只要烹调得当，春笋绝对是长辈菜单上一道集美味和健康于一身的菜肴。第5种食物是蚕豆。俗话说，立夏吃蚕豆，一夏不住夏，意思是每年立夏时吃点蚕豆，可以避免夏季疲倦虚弱。蚕豆其实全年都能吃到干货或冷冻，但每年春末夏初的新鲜蚕豆最鲜美。作为豆类的一员，蚕豆可以说是蛋白质、纤维和矿物质的宝库。蚕豆的钾含量相当突出，100克干蚕豆含钾超过1000毫克，就算煮熟变软，重量增加，换算下来，每小碗蚕豆也能提供数百毫克的钾。对腿脚容易没劲、肌肉流失的老人来说，蚕豆既补钾又补充植物蛋白，能帮助维持肌肉质量，增强体力。难怪许多地区都有让孩子、老人吃蚕豆增强体格的传统。蚕豆对心脏和代谢健康也十分有益。首先，蚕豆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，能有效降低坏胆固醇，减少动脉硬化风险，对心血管是一大助力。其次，蚕豆的碳水属于低升糖类型，比起白米、白面，它消化更慢，不会让血糖骤然飙升，因而有助于预防和控制糖尿病。很多糖友都知道，吃豆稳糖，意思是用豆类代替部分精致主食，血糖会更平稳。而蚕豆作为传统食材，在老人家心中接受度也高，不像洋燕麦、藜麦那些新名词让他们犯怵。一碗香喷喷的蚕豆炖猪脚汤，或是一盘清炒蚕豆，都可以让长辈开心下肚，又不知不觉摄取到对健康有益的养分。有趣的是，蚕豆还被称为长寿豆，在一些长寿村，老人大都爱吃各种豆子，蚕豆便是其中之一。科学家发现，豆类提供的植物蛋白和营养，让那些长者较不容易出现肌肉衰减，心血管也更健康。另外，蚕豆含有一些特殊成分，例如少量左旋多巴，对帕金森症有益，还含锌、锰等矿物质，有益免疫和代谢。虽然分量不大，但长期摄取对老人可能有潜在好处。当然，如果患有蚕豆症，也就是 G6PD 缺乏症的人，就切忌食用了，这点需要留意。总的来说，蚕豆是一种价廉味美又营养密集的传统食品，中老年人经常吃一些，腿不软，心不慌。第6种食物是空心菜。空心菜学名瓮菜，在不同地区也叫通心菜、藤菜，是华人餐桌上的常见青菜之一。别看它朴实无华，实际上空心菜的营养一点也不空。空心菜叶子柔嫩，茎部脆爽，含有丰富的钾、镁、维生素 A 和叶酸等，其中钾含量每100克约有250到300毫克，在叶菜中算相当高的。很多医生会建议高血压或心脏病患者多吃深绿叶菜，而空心菜就是推荐名单里常出现的一个。因为空心菜高钾低钠，还提供镁元素，有助放松血管，降低血压，对心脏相当友好。对中老年人而言，空心菜还有一个好处，富含铁质和维生素 C。不少上了年纪的人蹲下站起来会头晕，可能与贫血或血压调节不良有关。空心菜中的铁和维 C 搭配，有助于造血和铁吸收，改善轻度贫血，提高站立时的耐受力。此外，空心菜的叶绿素和膳食纤维含量丰富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防止便秘。这对久坐少动的老年人很重要。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夏天出汗多会流失钾吗？空心菜恰好是夏季当令的蔬菜，在炎热气候下生长茂盛，大自然仿佛早已安排好，让我们在流失电解质的时候，能获得盛产的空心菜补充回来。
难怪南方地区天热时，家家户户餐桌上都少不了一道空心菜。炒空心菜配上一碗清粥，既开胃又补充电解质，比只喝白粥强多了。当然啦，为了进一步提高营养，可以在炒空心菜时加点蒜末提味，蒜也有助降血压，或者用空心菜来煮汤、打汁，都能最大程度保留其中的钾和维生素。介绍完这6种高钾食物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，多吃它们对中老年人的腿脚和心脏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它们提供的钾、纤维、优质蛋白等养分，正是稀饭、馒头之类食物所缺乏的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说从此不能吃稀饭、馒头了，而是要学会取舍和平衡。像白粥、白馒头这类主食可以适量吃，但一定要搭配高纤维、高钾的菜肴，减缓血糖波动，增加营养摄入。例如，早餐想喝粥，可以改用地瓜粥、南瓜粥这类粗杂粮熬的粥，升糖速度比白粥慢，而且提供额外的钾和纤维。配菜上来一盘炒空心菜或炒芥菜，就能很好的中和白粥的糖水效应。又或者把白馒头换成杂粮馒头，再佐一碗豆腐菜汤，营养明显提升。不追求精细米面的口感，多选择一些天然食材，中老年人的餐桌其实可以既美味又健康。最后强调一点，光靠饮食还不够，适度运动也必不可少。营养补充到位后，还要透过肌肉运动来刺激骨骼和心肺功能，才能真正达到腿强心壮的效果。饮食和运动双管齐下，我们就有机会实现标题里说的活到99岁不得糖尿病、心脏病。这或许有点理想化，但绝非不可能。事实上，长寿且无重大慢性病的老人往往有几个共通点：饮食均衡，多蔬果、豆鱼，少精制糖分和高盐食物，加上每天保持活动量。今年2023年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的一项大型研究也佐证了这些原则。科学家跟踪了将近25万名来自全球的受试者，发现经常摄取水果、蔬菜、豆类、坚果、鱼类和乳制品这6大类健康食物的人，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很少吃这些食物的人降低了约 18%， 整体死亡风险也降低了近 30%。 看吧，越是均衡丰富、富含天然食材的饮食，就越能推迟疾病的脚步。我们今天介绍的6种高钾食物，正是符合这种健康饮食模式的重要一环。说了这么多，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：少吃没营养的精白稀饭馒头，多吃天然高钾好食物。当然，任何食疗都只是辅助手段，并非灵丹妙药。我们不能指望吃了这几样就百病不生，但长期坚持调整饮食，的确能改善体质，降低疾病风险。不妨从现在开始，给家里的长辈制定一个高钾饮食计划，比如在1周的7天中，有5天餐桌上出现上述食物，配合低盐均衡的菜色。相信一段时间后，您会发现长辈的精神和体力都有所提升，上下楼梯不那么气喘吁吁了，散步也走得更远了，连医生复查血压血糖都说数值比以前稳定。有了强健的双腿和健康的心脏做后盾，迈向长寿无病的目标就不再遥远。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，告别天天白粥馒头的单调饮食，用这些丰富多样的高钾食物为家人的健康护航。从现在开始调整，无论您是60岁还是80岁，都为时不晚。希望每一位长者都能腿脚有力，心脏强健，安享长寿又高品质的晚年生活。